随着烟鬼普拉特斯从战力 1.0 进化成烟神 2.0 版本，现在大家对他的实力定位也是比较好奇，比如说能不能打过莫莱斯，能不能复仇伊恩加里，反正都在一个量级，早晚都会打。再要不就给现役次生量级的4大天王实力排个名。首先我们必须要把曾经的第一天王沙夫卡特给摘出去。现在的沙夫卡特受伤病影响，回归的信息一点都没有，已经接近2年不打比赛了 ，UFC 也把他的排名给移出去了。现在沙夫卡特的实力完全就是个未知数，可能又进化了，也可能变得啥也不是。所以说现在沙夫卡特这个状态就他自己知道，等他回来我们再聊吧。但是以前的沙夫卡特看的是真猛啊，19-0，18次终结，最主要是他还赢过超级新星伊恩加里，这场比赛属于是越看越香。当时沙夫卡特没有终结伊恩加里，还说沙夫卡特不过如此，现在看沙夫卡特含金量还是挺高的。但是现在的加里又进化了，他能不能赢咱也不知道了，咱先给他放一边吧，等他回来再说。我们现在主要看那3大天王实力到底孰强孰弱。首先第一个妖王马莱斯，我认为他是身体最炸裂但又最神秘的一个天王。妖王现在杀入次中第3，都是1回合秒杀，但是对手的身体较他来说都差的比较多，甚至说都是土豆。比如说像布雷迪，像伯恩斯，打他们妖王根本就不需要技术，身体就硬吃了，所以说他现在来说最神秘。但是他打烟鬼的话，就战力这方面指定是打不过。现在的烟鬼有移动有重击，而且拳腿膝肘都有重击能力，而且现在烟鬼组合拳打得也不错，不再太依赖于自己的后手狙击。而妖王虽然是拳拳暴击的狠角色，但想战力胜持烟鬼有难度，就看他的摔跤咋样了，毕竟是柔道选手出身嘛。打烟鬼啊还得是走摔跤，这俩现在打起来未知啊。不过我更看好烟鬼，因为烟鬼不只是战力强，他的抗击打和体能都经过了检验。主要是现在的妖王太神秘，虽然是柔道选手出身，但能不能运用还是两回事，而且摔倒能不能摁得住也是两回事。至于说妖王打加里，我认为这场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加里虽然能赢烟鬼，但烟鬼的拳跟妖王的拳还不一样。烟鬼的拳为什么重？首先是准，第二就是他的速度快。加里用高扫踢他的强侧手，还是挺限制他的出拳速度。而妖王的拳则是纯重，纯力量大，他是每一拳都中。加里打他的话，第一回合应该是最危险的时候，毕竟拳拳暴击嘛。而且摔跤柔道选手出身的人，可能在八角笼里主动摔没那么强，但他们的防摔一般都很好。加里能不能摔倒他还是回事，第一回合对加里来说很难熬。而越往后走，加里的优势就越大，因为妖王的动作都是重复性的，他的武器库没有那么丰富，而且体能可能也没有那么好，而且越往后走，加里的赢面就越大。这场比赛我还是更看好加里后期拿下。所以说妖王打这俩都不好赢，所以说我会给他放在第3名的位置。至于说 2.0 版本的烟鬼还有加里谁是第一天王，这个就有意思了。我个人感觉即使两人再打二番战，还是加里的赢面要更大。所以说烟鬼的进化很明显，但加里才是公认的那个学习天才。现在的加里完全就是一个6边形战士，能打能摔能柔，而且战力的武器库极其丰富，打法极其的功力，打得非常的油滑，猛踹瘸的那条好腿给沙夫卡特都踹废了。距离比赛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加里临时接烟鬼没有任何争议吧赢的。距离比赛还有3周的时间，临时接的沙夫卡特虽败犹荣，还差点给沙夫卡特给搅了。虽然烟鬼打马达很惊艳，但这属于是数值的碾压，马达确实是够不到，而且马达的手拿那么高，太害怕烟鬼的狙击拳，这个不仅让踢飞了，还扣死了一波沙袋。而加里打烟鬼的话还是不需要进内围，因为他俩的数值不相上下，而且加里打烟鬼一番战那个高扫依旧很好用。那些说烟鬼适应不了加里的节奏，到后期才绝地反击的，他应该是没看比赛吧，到后期纯粹是加里累了打不动了。再打一场的话，我还是更看好加里能获胜。加里可能不那么讨喜啊，但他确实是最出色的那个天王。综合来看，第2天王普拉特斯，第1天王伊恩加里。